那这就是回到了我们今天的重点的话题啊，格雷兹老师是怎么样从亏损20%到再暴赚32%的啊，而且差不多仅用1个月的时间啊，我是5月28日用的一个账户100万的啊，我今天给大家完完整整的去给他复盘一下啊，到底过程中经历了什么这个是完整的实操跟大家分享啊。我们先直接看这个134万的啊，直接看它的曲线啊，看它的曲线，看它的近30天的曲线啊，近30天的，近30天的做不了啊，近90天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里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对吧？非常真实的。我们学员刚刚说嗨盘了，要不要看一下大盘？行，我们先看一下大盘啊，然后再给大家去分析，我们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大盘的话，目前看，恐慌指数在涨，纳指呢还没有跌破它的60日均线，所以暂时不用管它啊。只要跌破了60日均线，大家记得提醒我一下就行了。大家记得我刚刚盘前说的两个条件，就是你结合 VIX 指数和 QQQ 的走势，如果 VIX 指数突破了20日均线，然后 QQQ 同时也跌破了这个60日均线的话，那我们完全可以去加仓空单啊！我会明确的跟大家讲，你可以去加仓空单，尤其在今天收盘前的10分钟之内，这两个事实还成立的话啊，尤其是在今天收盘前的10分钟，这两个事实还成立的话，为什么我只讲这两个事实呢？另外两个事实不用讲了呢？因为今天盘面是下跌的，对吧？那哪两个事实？第一个 ，VIXY 指数要突破20的均线，应该是21.5左右，要涨到21.5以上。我们看一下它现在是多少？它现在是20.48，离21.5还远着。第二个是 QQQ 要有效跌破它的60均线，我在盘前的时候看了一眼，应该是707，现在还没跌破，所以说等收盘前的10分钟，大家再来看这两个指标有没有实现。如果实现了，我建议大家在今天收盘前加仓空单啊，或者说如果你的仓位比较重的话，你就持股仓位给减掉啊，或者说清仓，然后加仓空单都可以啊，这是我的一个建议。那如果在这个期间波动，就是它在盘中这两个条件也没达到，在收盘前这两个条件也没达到的话，那怎么办？观望就 OK 了啊，观望就 OK 了。OK， 我们继续进入正题。你看，我们从5月28日啊，那天是100万啊，然后呢，当天做了3对熊市价差策略，做了3对熊市价差策略，做了3对哪3对熊市价差策略呢？这里都可以给大家呈现啊，在我们的实战班是完完全全的呈现的啊。我们就来复盘那个5月28日到现在的啊，就做了，大家可以看到时间戳对吧？这个时间戳大家都能看得到哈，这是5月29日的，然后做了这3个美国原油、英伟达、EWY， 大家发现没有？这是我最有，而且当时的这个净资产，大家可以看一下是100万零1块9毛3，对吧？说明我的初始资金就是100万，然后过程中没任何的这个说再重置干什么的。这个策略呢，我当时各做了10对，后面有加仓减仓啊，有加仓减仓，而且这样美国原油和 EWY 是我今年我多次在体验班也讲过，在我们的实战班更讲过很多次，这是我今年最有赚钱信心指，就是赚钱信心指数最强的标的啊 ，USO 和 EWY 啊。然后这过程中呢，到了什么时候啊？赚了大概到6月10日啊，我这里呢都用的是小仓位，然后去稳健盈利的一个策略，占了10%左右啊，占了11%左右。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学员当时有一个疑惑，因为我们在今年的1、2、3月份也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曲线。然后我们的学员说，格雷老师就是能不能给展示一下做买方策略的效果？所以呢，我也想着尽快把曲线提升到20%以上，然后呢，也想给我，因为我通过这么久的这种直播啊，我发现了90%以上的学员或者粉丝都是做买方的。那我天天的讲那个价差策略、卖方策略，对大家来讲都跟不上，对吧？所以说我感觉有点脱离。后来，所以在这里呢，我就是2个原因的促成。第一个是粉丝朋友们也想看我做买方，然后我自己呢也想着，哎，我已经赚了11万左右，我就用买方去把这个收益打起来，然后后面再用稳健策略去做。结果一做，后面就回撤啊，回撤到6月22日，到了最大回撤到了20%接近啊，差不多20%。差不多20%，然后当时我们的持仓是什么样呢？到6月22日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里面当时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心路历程的，但是我也是非常有信心的。我说我即使做买方策略，我也能够把它做成功啊。然后做成功之后呢，我觉得这种波动，这种就是
上下的跳动，对很多投资者来讲，对很多粉丝来讲是不太友好的。大家可能还是喜欢，比如说你赚了钱之后以稳健盈利的这种策略去做。所以后续到了20%以上的时候，我就改了策略了啊，我就让因为我觉得大家来股市也好，来你做股票也好，做期权也好，或者说做其他任何的投资也好，你都是为了赚钱嘛。啊，为了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嘛，是不是？那我用什么样的策略？我只要他赚钱，我为什么要纠结？我非要去配合粉丝朋友，配合我们的实战班的学员，我非要去做买方呢，对吧？因为我只要我的策略能赚钱，那他就是王道啊，是不是？那他就是有吸引力的，那他是有价值的呀，是吧？大家认不认可这个话？我只要我的策略能赚钱，能稳健运行往上，那这个策略就是有效的策略，对吧？我不能被舆论裹挟着，因为大家喜欢做买方，我就要去做买方，我觉得这个不对，因为做买方在我的逻辑里面。它只是一个期权的工具而已，对吧？而且它的胜率相对来说非常低，而且它也做不了大资金。而且我是从2017年做到现在，我是做了上亿的期权资管的工作的，所以我知道大资金应该用什么策略。所以理清了这个之后，我就专注于把我的策略做好，把我的逻辑讲清楚。至于我们的学员或者我的粉丝跟不跟得上，那是你们的问题。你跟得上了，你赚钱了，你自然会去跟，对吧？你如果跟着你没赚钱，你自然不会去跟。就做买方的策略，我做100次，你跟上了100次，但是你亏钱了，你后面肯定也不会跟了。如果我做价差策略也好，卖方策略也好啊，以卖养买策略也好，你跟了10次，你赚了9次，你大概率后续还是会去跟，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的大概的一个逻辑啊。然后呢，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当时在6月22日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账户的一个情况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在6月22日的时候，我们账户的持仓是，你看，纳指 QQQ 也是亏的，英伟达呢赚了一点点。EWY 也是亏的，亏了2800，苹果呢更是亏了11000啊，就基本上都是亏的。然后我们当时也是完完整整的分享在我们的那个实战我们实战班的群里面，给大家看一下6月22日的，给大家分享这个的目的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不是这2张图是完全一样的，对吧？就是因为这张图就是从这个里面，从6月22日我们实战班的图里面截给我们的今天体验班的学员我们来看的啊。然后这个策略当时也明确的讲了啊，这是期权实战班账户最新的持仓标的，合计有7个标的，重仓的是 QQQ、SPY、苹果的空单啊，然后主要是7月17日和8月21日到期的，所以那个时候6月22日我都知道，我要是想做空单，即使也要做买方，我也要配置这个远月一点的啊，不能是配置太近的。然后而且把每一个持仓，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并不是说单纯的去做买方。单纯的做买方，其实就跟你去拉斯维加斯或者说澳门一样，你就是去单纯的去赌大小。我把这个截图发给大家，大家就知道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在6月22日的时候，因为我其他的持仓大家都知道，我大部分是空单嘛，逢高做空，所以我全部都是用 QQQ 来做对冲啊。我用了整个呢，我的账户仓位是46、48，应该是那样子的，所以用了20万来对冲这个其他26万、28万左右的一个空单，这个其实也是合理的。在6月20，然后当时还是赚了钱的啊！我并不是单纯的所有的我都去压空，所有的也都去压多啊。这样它对冲的过程中，我的亏损是可控的啊。做了这个是 QQ 做的对冲的单子，当时显示是亏了35000，对吧？这是6月22日的。然后这个是英伟达的，当时呢显示只赚1000多啊，1000多。然后这是苹果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苹果的这个单子，当时显示亏了11000。这个单子因为我讲了很多次，所以大家应该有印象啊。所以今天主要呈现的是格雷老师从5月底到7月中旬以来，从亏就是一开始是赚了10%，然后到亏20%，然后又从亏10%到赚30%，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以及这个实操啊，经典实操啊，然后包括 SPY 啊，然后 EWY 大家可以看一下，当时亏了4100的啊，亏了4100。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继续往下看，这是什么时间？哦，6月24日，6月24日，大家直接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QQQ 啊，纳指单日获利31万。从之前的亏了3万5，到现在反赚28万，这个中间发生了什么？其实我的仓位没有特别去增加或者减少，就是在6月24日那一天，或者说25日、23日那一天，我是看到了。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QQ 那一天为什么我能够抓住这次机会啊？7月23日啊，我们来看一下啊，6月22日这一天，这是6月22日的，对吧？这是6月22日的。然后6月23日呢，我一看情况不对，一嗨盘，因为它嗨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啊，它嗨盘呢很快，大家可以看一下，很快冲到了720几，大家看一下，它很快冲到了720几。我知道这个720几，它只要站不稳，它很低，所以我在它冲到720几的时候，我赶紧把这个对冲的单子给它平掉了，然后只留了买了一些 QQ 的空单，然后留了其他的空单啊，然后结果是第二天给我带来了个比较大的一个收益，6月24日啊。
其实614带来收益之后，马上就落袋为安了，因为它第二天它从720几跌到了704啊，720几跌到了704。然后继续看我们的这个具体的操作啊，心路历程。QQQ 那天力款王楠啊，他当时他是最大功臣，他赚了单日赚了31万嘛，但是呢，英伟达也有贡献啊。然后 EWY 这里面也要表扬一下 EWY 在那里贡献了2万2，他本来之前是亏了4000多的，对不对？大家还记不记得？亏了4000多的是吧？所以这个整个加起来，当然我那天也趁机做了美光啊、PLTR 啊这些包括 SpaceX 我那天也做了啊。包括闪迪那天也做了，但是闪迪呢赚了一点点，我就赶紧平仓了啊！这就是盘中对这个盘面的一个感知啊，一个嗅觉。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6月24日的苹果，从之前的亏1万多，已经到了赚了6000多了，对吧？6月24日的苹果啊，我们看一下6月24日的苹果是什么个情况啊？逻辑都非常清晰啊。6月24日的苹果是这个地方。这里面的话，我们的学员可能或者说粉丝朋友他不敢去加仓，或者说不敢去持有，但在这个位置我是非常笃定。当然我没有加仓了，因为那时候苹果的仓位，因为我之前做了一波苹果，在这个地方6月8号做了一波苹果的空单，赚了2万多美金，然后后面我把这个资金盈利全部买了它的空单啊，然后就等到了6月25日这一次的大爆发啊，等到6月25日这一次的大爆发。而且我当时是明确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当时我这句话啊，6月24日，大家如果想做期权策略的话，推荐可以逢高做空苹果。这是什么时候说的？这是香港时间的10点19，就相当于是美东时间的10点19。美东时间上午10点就是在现在的基础上再过20分钟啊，去买的苹果的空单，几乎来讲是手把手、苦口婆心的在叫我们的实战班的学员去买啊。然后这个当时也是 QQQ 的这个持仓啊，QQQ 的 put 当时啊这一个 put，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我当时根据自己的认知啊去买的这个 put 赚的，这个 put 啊是这个 put 赚的啊，当时买的这个 put 总共投入应该是6万多吧，总共投入6万多，那天是赚了4倍左右啊。然后大家看一下苹果在6月25日，我就立马就把它减仓了，看到没有？6月25日一个大阴线出来，因为什么呢？那就达到了我们的目标价了嘛，目标价我的止盈价格当时280左右啊，所以达到了目标价，然后盈利就达到了4万6了啊，加上前面的2万，就达到了6万多了啊，就是苹果了。所以这就是苹果的单子，我为什么现在还持有的原因啊，并不是为了给大家去做个展示，当然也有做展示的一方面的一个原因，主要的原因还是认为我觉得苹果后面还有很大的机会，有可能后面格雷子老师的策略啊，里面会持有美股3大指数和美股区巨头。好，会永远持有，因为什么呢？这几个标的它是最适合做期权策略的，它只要来了机会，那我就适当的去加仓某个标的啊，就像我今天盘前跟大家做个分析一样，这10个标的，我认为这个苹果可能比较适合逢低做多，然后 Meta 比较适合逢低做多，特斯拉可能比较适合逢高做空，大家还记得吗？那既然我有这样的判断，那我在我的持仓里面已经有的话，我会加仓哪个，会减仓哪个，这就自然而然的，对不对？啊，我们的学员说，发现老师不贪啊，这个应该大家都能看到啊，见好就收，我就是太贪了。讲到这个，我再给大家重申一点我的数十年的经验啊，就是在期权交易里面，你如果赚了钱，你把它平仓80%的时候都是对的。如果你赚了钱啊，你把它平仓的话，80%的时候都是对的。然后再来看一下啊，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EWY 的啊，EWY 大家可以看一下，在这个地方啊，依然很强烈悍轰啊，悍轰 EWY。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赚了2万5的时候，我们没有减仓啊，EWY 我们没有减仓。所以说我是该见好就收的时候就见好就收，该摊的时候就摊啊。EWY 为什么摊？包括这个 USO 为什么摊啊？我之前应该讲过很多次，我今天就不跟大家复述了啊。然后这个就是上周的金股策略 BE 啊，就是7月初的那一个策略 BE 金股策略啊，这是我们的金股策略。当时一做出来，然后亏了，把我们的因为我们的有4、5个学员是在7月初加入我们的实战班的啊，其他的呢有3月份加的，有4月份加的，有5月份加的啊。7月份加的这些学员呢，可能对格雷老师的风格不太了解，然后一看到那个 BE 一做进去，我们当时在7月，这是哪一天啊？7月份6月29日吧，应该是6月29日、6月30日做的啊。我们来看一下 BE 啊，我是在这里就做了埋伏啊，这一天应该是6月29日吧，啊，6月26日做了埋伏。我当时呢没跟我们的实战班的学员讲，然后第二天我埋伏的那个单子已经出现了亏损，就是这个熊市价差。第二天它涨了多少呢？它最高的时候涨了13%，接近啊，非常夸张的一个涨幅。所以把我当时提出来，这是一个金股策略，我们的学员都
都不敢下手。然后我见到大家不敢下手，我就立马用我的这个直播教学账户，直接就又下了10对策略啊。然后在第二天它又涨了10%，这里呢我们的学员更不敢下手了，更怕了，觉得格雷泽老师怎么这么做？其实我这样做是完全有逻辑的，因为为什么呢？这个策略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啊，它在这一天形成的这个下跌的这个逻辑它有多强呢？在6月26日这一天是星期五嘛，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日线级别的顶部结构，日线级别的下跌趋势，对吧？这里下跌，这个日线就符合2个条件，然后周线呢？可以看到周线级别的顶部结构，周线级别的下跌趋势又满足2个，然后还有月线，月线的话，这个地方呢是下跌趋势是不能算的，但是它出现了一定的顶部结构，不能算完全满足啊，但是它至少满足0.1个点，因为它在历史高位附近连续出现了2个月出现长上影线、长下影线，然后宽幅震荡，说明它做空的这个地方，它的胜率能够达到多少？能够达到80%，就是如果我的这个指数赚钱信心指数，我直接当时给它命名的是90%吧，应该我记得没错的话，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当时把它列出来的赚钱信心指数啊，这是格雷泽老师自己发明的一个指标。短中短线看空 BE 熊市价差策略右扣表达赚钱信心指数90%。大家什么时候见过我说有90%赚钱信心指数90%的？除了 USO， 除了 EWY， 应该大家没有见过其他的吧？所以这就是我后来它在不断的上涨的过程中，我去加仓的原因啊。我后面就在这里也加仓了啊，尤其在这一天7月1日这一天，我做了一个什么样的策略呢？我们的学员觉得很神奇的，就是我本来是做的熊市价差，我把那个买扣，我把这一天我把它平掉了1/3还是2/3啊？就比如说我30张的那个30对的那个熊市价差策略，我30张卖扣还在，但是我只有20张的买扣了啊，这样就更偏空了。所以过了这一天之后，我们基本上就只要可以不用超任何心拿到最后啊，不用超任何心拿到最后，这是 BE 的这个策略啊。那我们的经典策略就先给大家讲到这里啊，因为经典策略再讲下面还很多啊，包括IBM， 包括英特尔，包括 LRCH 啊，这几个标的应该今天都是跌幅比较大的啊，应该都是跌的不少啊。我们看一下，就比如说泛林技术对吧？今天盘中也是跌了，然后包括刚刚我们的学员问的一个问题，大盘的情况要复盘一下，大家发现没有？我跟你们在讲课的这个期间，我随便关注一下，我就知道大盘要怎么走了啊。你看，我说这个 QQQ 如果它没跌破这个没有效跌破这个60均线啊，它现在已经是708了啊，然后这个 VIX 指数，那如果不能涨破20日均线的话，这个下跌都是假的啊，都是诱空的，对吧？那大家看到现在又反弹了，那反弹了，我不知道格雷泽老师现在的持仓是什么个情况啊？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即使是反弹的，对我的账户有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我们刚刚看的时候是134万，现在又多了2000块钱。大家发现没有？无论大盘是涨还是跌的这个位置，格雷泽老师因为策略的问题，格雷泽老师的这个账户和总资产是稳健在增长的。我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今天的话题。这是我们在6月22日我们当时账户的惨淡现象啊，惨淡情况。但是格雷泽老师依然是非常有信心啊，我教我们的实战班的学员怎么去配置，对吧？然后在6月26日就获得了一个，就是6月25日就获得了一个单日这么大的一个收益啊。然后我们，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期间啊，我们的这个账户特训营的这个曲线，因为我是基本上每一个时间段啊就会有体验班的直播，所以说这个曲线大家都看在眼里，对吧？不知道大家记没记在心里？这是5月28日到6月10日，当时是赚了9个点，10%左右的一个情况啊。然后这是到5月28日到6月23日啊，当时已经从赚了10%，又到亏了20%啊，那段时间其实很难熬的。然后后面通过那一波啊，就是绝地反击，就是那一波抓住了一波 QQQ 的这个，因为 QQQ 我们一直在跟踪啊，然后发现了一个机会，就获得了一个2%，就那个时候就做的一个买方策略啊，获得了一个盈利达到20%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再到7月7日到本月第一周，然后就开始做啊，到了20%，大家发现没有？我就做了稳健策略了啊，稳健策略。然后后面的策略就是我会把我想要做的策略基本上都放在账户里面，至于哪个策略可以去做多，哪个策略可以去做空，就是那些标的我都会表达在我的期权账户里面。我只做期权的，可以明确的跟大家讲啊，不是说我不做股票，因为我觉得股票有局限性。这个是呢7月13日的，那最新的呢是昨天啊，是今天的应该啊。然后这个7月13日的我还特地把 EWY 给大家列出来了。这个给大家列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 EWY 我不光是说只做7月17日的这些合约，我为什么这么有信心？我连26年12月18日的合约我都已经在配置了啊，就基本上身体力行。就我不光是在做这个期权实战班的这个直播展现账户，我还做了我们的实盘账户啊，都是这样的，知行合一啊。